在东土前往西天取经的路上，唐三藏独自骑行，山路崎岖，心中不免感怀孤寂，思念故乡长安的宁静与平安。正当唐三藏心中愁绪万千时，前方突然出现6个强盗，他们面目狰狞，手持刀枪，阻住了师父的去路。这6个强盗名为眼看喜、耳听怒、鼻嗅爱、舌尝思、意见欲、身本忧，象征人间烦恼，欲夺唐三藏性命财物。唐三藏：贫僧乃东土大唐而来，并无财物，只求取经，各位施主行个方便。就在危急关头，一道金光闪过，孙悟空从天而降，他手持金箍棒，威风凛凛，挡在唐三藏身前，气势非凡。孙悟空：大胆妖精，竟敢在此为非作歹，吃俺老孙一棒！孙悟空二话不说，挥舞金箍棒，瞬间便将一个强盗打得粉身碎骨。其余强盗见状，惊恐万分，四散奔逃。唐三藏见孙悟空出手狠辣，连连劝阻。他慈悲为怀，不忍见生灵涂炭，即便对方是强盗，也勿往悟空手下留情。唐三藏：悟空，不可伤人性命，他们虽是强盗，也应留有生路。然而孙悟空不听劝阻，认为这些强盗是妖魔变化，必须斩草除根，于是将剩下的5个强盗也一并打杀。孙悟空：师父，这些都是迷惑人心的妖魔，留着必成大患。唐三藏见强盗悉数毙命，心中悲痛万分。他责怪孙悟空心性残忍，不识善恶，不配为其徒弟，更不应随他取经。唐三藏：你这猴头，怎生如此残忍？你我缘分已尽，回你的花果山去吧。孙悟空闻言，心中不服。他解释这6人实乃6种恶念，若不除尽，将阻碍唐三藏求取真经的道心，徒劳无功。孙悟空：师父怎不晓得，此乃6贼也，正是修行路上当斩之魔。唐三藏却认为悟空行事暴戾，心存不善，无论如何都无法容忍。他下定决心要将悟空逐回，不愿再有争执。唐三藏：我佛慈悲，岂容你这等杀生？你若不走，休怪为师念那紧箍咒。孙悟空见唐三藏动了真怒，心中大惊。但师父已开口念诵紧箍咒，只见金箍勒紧，悟空顿时头痛欲裂，痛苦不堪。孙悟空：哎呀，师父默念了，疼杀俺老孙也。剧痛之下，孙悟空心生怨怼，愤而辞别唐三藏。他化作一道金光，径直飞往东海龙宫，向东海龙王诉说委屈。东海龙王见孙悟空前来，连忙相迎。悟空将与唐三藏的争执一五一十的讲述，抱怨师父不解其心。孙悟空：龙王啊，俺老孙一片苦心，师父却只知责骂，这经不取也罢。东海龙王深明大义，劝说孙悟空。他指出取经乃是天命，悟空不可因一时气愤而放弃大业，并应体谅唐三藏的凡人心性。东海龙王：大圣切勿轻言放弃，护送唐三藏西天取经乃是功德无量的大事啊！与此同时，唐三藏独自前行，心中虽仍有对悟空杀生的不满，却也开始感到一丝后悔。前路漫漫，他独立难支。唐三藏：悟空虽性烈，却也一路尽心保护。如今他离去，这前路如何走得？观音菩萨得知孙悟空与唐三藏的纷争，认为时机已到，他现身东海龙宫，点化孙悟空，让他回心转意。观音菩萨：
悟空，你当知护法之责，莫要辜负了西天取经的大功德。观音菩萨为了让孙悟空安心，赐予他3根救命毫毛，并嘱咐他要谨记师徒情谊，不可再与唐三藏争执。观音菩萨，此3根毫毛可救你为难，望你与唐三藏从此一心，共赴前程。孙悟空终于明白观音菩萨的深意，也体会到取经的艰难与责任。他收下毫毛，诚心领命，重新振作精神，踏上归途。孙悟空，弟子知错了，定当尽心竭力，不负菩萨和师父所托。不久，孙悟空便追上了唐三藏，他俯身叩拜，向师父赔罪，承认自己鲁莽。唐三藏也心生怜悯，师徒冰释前嫌。孙悟空，师父，弟子知错了，往后定当好生侍奉，绝不再惹您生气。唐三藏，你能回头是好，为师也知你一片忠心，往后同心协力，共赴西天。师徒2人重归于好，心源归正，继续西行。前方的道路虽然充满未知，但有了悟空的护佑，取经之路也将更加坚定。大唐圣僧唐三藏为求真经，西行路上，师徒一行不畏艰险，穿梭于山川之间，一心向佛。行至一处，见奇山盘踞，怪石嶙峋，名曰蛇盘山。山下流水潺潺，是为阴愁涧。唐三藏，悟空，此地山水秀丽，却也显得几分险峻。长途跋涉，人马皆疲。唐三藏下马，欲让白马在涧边饮水歇息。流水清澈，映着天光。唐三藏，马儿辛苦了，好好歇息饮水。正当白马低头饮水之际，忽见一道水光闪现，巨浪翻腾，从涧底冲出一条恶龙。唐三藏，啊，是何妖孽？我的马儿！恶龙一口将白马吞噬，转眼间便钻回深涧。唐三藏悲痛欲绝，泪水连连，坐倒在地。唐三藏，此去西天，路途遥远，吾失了坐骑，如何前行？孙悟空见师父如此哀伤，心头火起，他怒发冲冠，是要为师父讨回公道，寻回坐骑。孙悟空，师父莫哭，带俺老孙去寻那孽龙，教他好看。孙悟空跳入涧中，与恶龙一番激战，涧水翻腾，波涛汹涌。然而那恶龙狡猾，战不数合便遁入深渊。恶龙屡次逃脱，孙悟空焦躁不安。他上岸向唐三藏诉苦，师父却只知叹气，埋怨路途艰难。唐三藏，悟空啊，这一难又该如何度过？此去西天，道阻且长。孙悟空本就心急，又闻师父抱怨，一时怒火攻心，便气冲冲地抛下唐三藏，径自离去。孙悟空，师父只知抱怨，俺老孙不伺候了，去便去。唐三藏，悟空，悟空，莫要离去啊！师徒失和，正当为难之际，此地山神土地感应到异象，知晓此劫非同小可，遂报请观音菩萨。南海普陀珞珈山，观音菩萨闻报，已知晓因果。他慈悲为怀，决意指点迷津，化解师徒之难。观音菩萨派木吒前来点化，指引孙悟空迷途知返。木吒化作樵夫模样，在山径上遇见孙悟空。木吒，这位施主，
为何如此急躁？似有心事。孙悟空，俺老孙师父不明事理，气煞我也。木吒听闻孙悟空抱怨，遂揭示真相。原来那条恶龙乃西海龙王三太子，因犯天条，被观音菩萨救下，在此等候唐三藏。木吒，那龙非寻常孽畜，乃西海三太子所化，在此等候有缘人。孙悟空，什么？他竟是唐三藏的坐骑？孙悟空闻言大悟，知是自己错怪了师父与那龙。他心生愧疚，连忙转身，准备回到阴愁涧寻找那龙。孙悟空，原来如此，俺老孙这就回去寻他。孙悟空回到涧边，唐三藏仍在原地哀叹。孙悟空向他说明缘由，并呼唤那龙出来相见。孙悟空，师父莫怕，那龙是观音菩萨派来护驾的。三太子，速速现身！龙王三太子听闻孙悟空呼唤，不愿现身。原来他上心有不甘，不愿就此屈就为坐骑。观音菩萨见他人不从命，遂亲自施法。他取出净瓶甘露，洒向阴愁涧，点化三太子。观音菩萨，孽龙，速速受教，莫再执迷不悟。甘露入水，龙身顿时化作一匹洁白如雪的骏马。它神采奕奕，鬃毛飞扬，英姿飒爽。白龙马现身，唐三藏心头大慰。观音菩萨嘱托白龙马，要他忠心耿耿，护送唐三藏西行。唐三藏，多谢菩萨慈悲，弟子感激不尽。观音菩萨，此乃尔等命中定数，切记精诚团结，共赴灵山。师徒重归于好，白龙马也成了新的坐骑。夕阳余晖下，一行人重整旗鼓，再次踏上漫漫西天取经之路。